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于2025年的4月2号宣布对全世界征收对等关税加征的名单呢是多达185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在这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对中国要新加征34%的全面关税。那么对欧盟是加征20%，日本是24%，韩国是26%，越南46%，台湾32%，印度27泰国37%，孟加拉37%，柬埔寨49%，印尼32%。伊拉克39%，老挝48%，而即使是刚刚发生过强烈地震的缅甸呢，也未能躲过关税，那么其税率更是高达45%。特朗普的发布会是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的4点钟举行的，正好是完美的避开了当天的股市，因为美国的3大股市呢，这个纽交所、纳斯达克和这个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收盘时间呢，都是在东部时间的下午4点。但是呢，在第2天和第3天，也就是4月3号和4号呢，美国的股市是遭遇了5年来的最大暴跌。2天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下跌9.48%，纳斯达克呢下跌11.79%，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下跌了10.81%。2天之中美国的股市下跌总金额是超过了6.6万亿美金这几乎是相当于2个加州的年度 GDP， 也是美国历史上除了大萧条时期和新冠疫情期间第3次有如此大规模的下跌。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随后表示，加征的全球关税可以给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带来3000亿到6000亿美元的收入。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下美国大概需要11年到22年的全球关税才能够弥补上股市在过去2天当中的损失。但是在美国和全世界都陷入到这场疯狂的贸易战中的时候呢，在世界的一些最安静的角落，同样也遭受着匪夷所思的影响。就比如在加拿大东部大西洋地区呢，有一个特殊的群岛，叫做圣皮埃尔密克隆这是一个由2座主要岛屿组成的一个特殊地区。那么小点的岛呢叫圣皮埃尔，大一点的叫密克隆它距离加拿大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呢只有18公里，但是呢它却是法国的领土，那么这也是北美范围内呢唯一的一片欧洲领土。圣皮埃尔密克隆的总面积呢是242平方公里，人口呢大约是有5000人出头这里的人民呢是法国公民，也是讲法语，使用欧元。由于圣皮埃尔密克隆的本地呢没有任何的工业，主要经济活动呢就是捕鱼和船只的维修，所以它的人口老龄化是非常的严重，出生率也非常低人口在不断的减少。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几乎被世界所遗忘的一个角落一个经济活动极其简单的渔民岛却要被美国的政府征收50%的对等关税，是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多的。您没有听错就是50%。那么在这次的关税名单上，只有2个地方是被征收了50%的关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另外一个就是非洲的内陆国家莱索托，一个人口呢只有200万的贫穷国家其人均 GDP 呢是1100美元，那么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呢是排名160多。这时候您可能心中就有疑问了一个是只有几千人的渔民小岛，一个是非洲最贫困的欠发达小国他们到底是怎么惹了美国了，以致遭到这种50%的关税惩罚？我甚至怀疑特朗普和美国的内阁部长们听说过这2个地方名字的都是极少数。让我们还是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说起4月2号，特朗普宣布关税起呢，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的居民呢就一直是处于这种懵的状态，大家都想搞明白到底是谁向美国出售了商品。那么根据美国贸易数据的显示呢，圣皮埃尔密克隆呢在过去的10年当中几乎没有向美国出售过任何的东西，唯一的例外就是在2024年的7月向美国出售了价值340万美元的商品。圣皮埃尔密克隆的市长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到底卖给了美国什么他回忆到呢，几年前呢曾经有人卖了一架2手飞机不过那架飞机呢是卖给了哥伦比亚。
而历史上啊，圣皮埃尔密克隆呢，上一次跟美国有过大宗的贸易往来呢，还是在上世纪的20年代，美国禁酒令的时期。那么当时啊，处于北美的圣皮埃尔密克隆呢，因为不受美国和加拿大的管辖，所以也就成了一个天然的走私烈酒的天堂。那么10几年间呢，大量来自加拿大和欧洲的烈酒啊，都是通过圣皮埃尔密克隆中转而走私到美国。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英国电视剧啊，叫做《浴血黑帮》，它的英文叫做 Peaky Blinder 啊。其中最后一季呢，黑帮大佬就是通过圣皮埃尔密克隆岛啊来走私英国的烈酒到美国啊。电视剧中呢也出现过大量这个小岛的镜头。而100年后的今天啊，这座没有任何工业、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小岛呢，已经是逐渐凋零了。由于渔业资源的这个不断的减少，人口呢也逐渐的萎缩，只能是依靠法国本土的大量的财政支持，才能够勉强维持生活。而且啊，它的医疗和高等教育以及民生物资呢，还要是依赖加拿大。现在啊，圣皮埃尔密克隆呢也开始发展旅游业，当然呢，游客主要都是加拿大人。因为毕竟跟加拿大本土呢只是相隔了10几公里，坐个轮渡就能到。加拿大人呢也可以在北美就能够体验到最原汁原味的法国文化，所以啊，家园在岛上呢也是通用的。其实一直以来啊，圣皮埃尔密克隆岛的地位呢都是非常的尴尬啊。当年呢，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交由英国统治，而只留下了圣皮埃尔密克隆的这个小岛啊，孤悬海外。与圣皮埃尔密克隆地位比较像的呢，还有在加拿大东部啊大温哥华地区的一个叫罗伯茨角，这是深入到大海当中的一个半岛啊，三面环海，唯一一面陆地呢是与加拿大接壤，相当于呢就是在加拿大境内的一小块美国领土，也是美加8000多公里边境当中呢著名的一块飞地。罗伯茨角啊，这种尴尬完全是由于在地图上划分国界时呢一个错误而导致的。在1846年的时候啊，美国和加拿大以北纬49度线来划分国界。那么但是呢，当时谁都没有考虑到这块伸出北纬49度的以南的一个半岛啊，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一个情况。罗伯茨角呢只有1000多个常住居民，没有学校，所以这里的孩子呢，如果想要上学，首先要进入加拿大境内，然后再去往美国本土，等于是要跨越2次国境。而路上的运输生活物资呢，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对加拿大加征25%的关税啊，以及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呢，同样是严重的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因为理论上来讲啊，路上的货物需要经过2次海关，交2次关税。我们再回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啊，与美国的之间的一个贸易。直到特朗普全球关税发布的2天后呢，大家才搞明白圣皮埃尔密克隆到底卖给了美国什么。原来啊，是在2024年的7月，一艘有50多年船龄的一个当地渔船呢，在国际水域是捕捞了16吨的比目鱼，然后卖给了波士顿。当然啊，单这一艘船的比目鱼呢，根本是值不了300多万美元啊！不知道是美国商务部算错了，还是又有其他的渔船给美国卖了鱼。但是啊，无论如何，美国商务部还是决定以340万美元来计算圣皮埃尔密克隆对美国的出口啊，而该岛2024年进口美国商品呢才10万美元。所以按照这次对等关税的一个计算方法呢，圣皮埃尔密克隆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高达330万美元。那么330万美元的逆差再除以进口额10万美元，所以理论上来讲啊，美国的新关税应该是3300%。但是啊，美国政府估计是大发慈悲，把上限呢设定成99%，然后呢，总统特朗普又发善心，又给打了个5折啊，所以才变成现在的50%。说起来啊，这样的关税计算方式呢，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看不懂了。而且啊，看不懂的不光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和股市，还有更多的地区的人民处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啊，法国的另外一个海外领土啊，叫做留尼旺，也是遭遇了跟圣皮埃尔密克隆差不多的一个待遇。这是一个处于印度洋上的岛屿啊，距离马达加斯加呢是比较近，整个岛上呢也只有88万人口。那么这个岛呢是被征收了37%的关税。
那么再比如说瑙鲁啊，这个人口只有11000人的全世界最小的国家之一啊，被美国加征关税是高达30%。我也是实在找不到瑙鲁对美国的一个贸易逆差了，真是不知道这个11000人的贫穷国家到底是如何霸凌了美国。那么同样遭遇的呢，还有斯瓦尔巴群岛啊，这是一个位于挪威的一个无人岛啊，位于挪威和格陵兰中间的一个海洋当中。这个岛屿啊，常年是被冰雪覆盖，全都是冰川啊，几乎没有平地。岛上呢也没有一个常住居民，只有一个挪威的气象站。那么再来看赫德和麦当劳群岛，那么这个呢属于澳大利亚的一个无人岛。别说是人了啊，岛上是除了企鹅几乎没有其他的动物。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呢，在4号，也就是周五的一次采访中说道：“可怜的老企鹅，不知道他们对特朗普先生做了什么。”你看，这2个无人岛都无一例外的被美国加征了10%的关税。另外啊，还有一个居民主要是企鹅的群岛也被征收了41%的重税，那就是著名的福克兰群岛。这个名字呀，您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是我说另外一个名字，您马上就知道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没错啊，就是在这儿发生了1982年那场英国和阿根廷之间著名的马岛海战。这场战争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在现代战争史上呢是有重要的意义的。那么现在这个福克兰群岛呢是属于英国啊，岛上共有居民3600人。那么岛上企鹅的数量呢也是要大大的高于人类，也是这样一个荒凉的群岛啊，也是在国际贸易上必定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结果呢现在也遭到了41%的关税的制裁。而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领土呢，叫做诺福克岛啊，小的已经不能再小了，只有34平方公里，人口呢是2100人，被美国呢是征收了29%的关税。那么这个岛上啊，也是几乎不生产任何的东西，而且距离美国有11000公里。它不像圣皮埃尔密克隆呢，距离美国很近啊。诺福克岛的渔民呢，就是想卖鱼也卖不到美国去。而且啊，美国对澳大利亚本土的关税呢只有10%，那么为什么要征收这个小岛29%啊？这个岛的这个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哭笑不得，他实在是想不通，他们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在美国华盛顿政府的制裁名单上？而且啊，这个小岛唯一能够出口的东西就是一种观赏性棕榈树的种子，而且全部都是出口到欧洲。其实呢，我们这期视频啊不是那么的严肃，甚至呢有点欢乐啊。虽然到现在呢也没有人真正能够弄清楚这些所谓的对等关税的计算逻辑，更没有人能够明白那些小国小岛甚至无人地区啊为什么会遭到美国的制裁。但是啊，无论如何，美国的关税呢可能会有一个正面意义，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了解到了那些原本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临近加拿大的法国领土圣皮埃尔密克隆，印度洋上的法属留尼旺啊，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啊，澳大利亚的赫德麦当劳群岛以及诺福克岛，还有那个著名的福克兰群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这简直就是一次现代经济活动当中的一次地理大发现。所以啊，我严重怀疑美国制定关税的呢不是商务部，而是地质勘测局。或许啊，对地球所有的地方征收关税之后，甚至包括无人的企鹅岛征税之后呢，美国政府的下一步征税目标就是火星了。而且啊，我们可以做一个严肃的预估，如果这样荒唐的关税政策一直能够延续的话，美国的经济就是再强，国土面积就是再大，也难免变成人类社会中的一座孤岛。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